上武崇德最为重，尊师重道武林尊。在61集向朋友们介绍了河北省蓟县八卦掌传人司根条的故事。今天跟朋友们讲一讲司根条的侄子司洪波的故事。司洪波自幼在老家跟叔叔司根条习练八卦掌，他身强力壮，生性鲁莽，但是特别的聪慧。长到少年时期，司洪波被叔叔司根条带到了北京，在某家布店学徒。司洪波学徒的那家布店掌柜脾气特别急躁，是位爱骂人的主，骂一次两次就罢了，天长日久，这司洪波呀他就受不了了。有一日，布店掌柜激怒了司洪波，少年气盛，他伸出一掌就把掌柜打倒在地，摔得不轻。于是乎，他36计走为上计，一个人就跑到了关外。到了关外，这司洪波就给蒙古人套马，一天到晚跟一群生马打交道。他挟住套马杆，抓住马鬃，就能拧身上马。这样一干几年，手上的劲头很足，一般人比不了。后来他从关外回到老家，继续坚持练功，日夜不辍，持之以恒，功夫更硬了。有一次，司洪波和一位师兄弟比手，对方见他力大生猛，于是避而后退。可这司洪波穷追不舍，对方退到了墙根，无处可逃，于是往边上一闪，司洪波却伸出手一杵，4个指头都杵到墙里了。正好叔叔司根条在边上看见，怒斥他道：“你这个小子太愣头青了，你这要是杵在人身上，不把人处死吗？跟你们说啊，以后甭管是谁，再不许和他比手。”所以说在武林，师傅给徒弟说手，师兄弟之间比手，因为不是擂台，应该互相尊重，点到为止。话说这司洪波以练形意拳的陈继义先生是亲戚，陈继义先生是形意拳名家刘奇兰先生的高徒，功夫精深。司洪波称陈继义先生为老爷。有一天，陈继义先生见司洪波来了，便说：“小伙子，练了吗？来，打几下崩拳。”司洪波听老爷这么一说，一拳就向陈先生打去。但是他哪里是陈先生的对手？只见陈继义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把司的胳膊往下一按，司洪波便向前一栽。当时司洪波回过神来，还想再动手，被叔叔司根条喝止。碍于长辈的面子，他没敢再造次。又过了几年，司洪波自认为功夫了得，有点狂妄自大。他扬言道：“先打陈继义，后打梁振甫。”他的叔叔司根条听闻，对他呵斥道：“胡说！你小子再练20年也不行。”所以年轻人习武应谦虚谨慎，须知天外有天，不可妄自尊大，目中无人。您别看这司洪波呀生性鲁莽，但是他写的一手好小楷书法，说明他也是一位能静得下来的人。正是因为有此特长，后来他在胡景记的部队当文书，负责抄抄写写。当时胡景记的部队还请了一位拳师教武。有一天，司洪波喝了点酒，头脑发热，便去找拳师比武。刚一接手，这位拳师就被司洪波扔出老远。那拳师从地上爬起来，不服气，又叫了几个兄弟过来，结果一搭手，都被司洪波甩了出去。这当官的在边上一看，心想：哟呵，这文书够厉害呀！于是说：“行了，你呀也别当文书了，你就当拳师教武吧。”于是司洪波就在胡景记的部队当起了武术教头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不久胡景记的部队以孙传芳开战，胡军大败，向北撤退。司洪波随部队逃命，跑的是满身大汗，
后来又跳到河里求水逃命，这热身子被冰冷的河水一击，2条腿就冻坏了。回到家乡2年后便病故了，一身的功夫也没传下来，说起来十分的可惜。但是我们从上面的故事里也能吸取习武的经验和教训。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的故事。